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高嘉瑜委员、张继凯委员、陈凤金小姐、谢龙介委员、李永平前副市长、罗志强委员。好，那么川普很狠啊，大刀砍下。之前呢，教育部4000个员工砍掉2000个，他的砍了就你们在家休假。台湾觉得在家休假很好，对不起，没有薪水。哦，就是你们在家休假，然后你们自己去走吧，自己去缴自己的逃楼，能够找工作找工作，不能就退休。教育部其实已经先砍到2000个人，那他现在对美国之音下手，美国之音有1300个员工，叫你们去休假，就强迫休假了哦，所以他们说叫做 Bloody Saturday， 血腥星期六哦，他的公营媒体要全数裁撤。哦，因为公营效率比较差嘛，一定是这样哈。只要公营靠公家就好了。所以呢，因为第一个，美国现在赤字很严重啊，政府赤字、贸易赤字、预算一塌糊涂，所以呢，他要削减。共和党本来政策也就是这样嘛，小政府要削减这个赤字，那削减怎么办呢？人嘛，人当然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就开始大砍。只是他做法比较粗鲁了哦，一般是比较慢慢的按部就班粗鲁。那这些员工被砍掉怎么办呢？哦，这些一定会抱怨呢、啊，那就是媒体啊，那声音更大啊。那这个合约员工月底要开除，因为很多员工不是正式，就是签合约1年、1000、2年这种合约员工都要干掉。那另外呢，这个川普签行政命令，国营媒体刚刚讲啊，不只是美国之音，只要是国营哦，包括什么公视啊什么之类的、啊，可能都要砍。那另外呢，美国之音说他曾经过去的辉煌记录见证过人类登月球。那在亚洲叫做自由亚洲电台，所以呢那时候呢，这个中共很多的暴行也被他揭发出来。哦，所以呢现在不管美国之音啊、自由亚洲电台等等，双双被迫关门。哦，那以前当然这些媒体曾经发生过很大的作用，就像我们的中央电台一样。那时候铁幕拉起来的时候，靠他们穿进去，因为电波非常大哦。但是现在因为网络开放了，所以实际上现在这个消息很灵通，大陆到国外的这个观光客每年几百万、几千万，所以他在国外也看到哦。所以像这些媒体的这个就打进铁幕的穿透力跟以前比，其实作用小很多了。但是他们还是有他们一定的作用哈，所以他们很气哦。然后呢，胡锡进就很高兴，你看看美国之音，你也有今天哦。事实上。本来就是说它的作用也没有以前那么大了哈，就像以前中央电台，那么大陆很多都听中央电台广播啊，但现在这个它还是有作用，跟以前比起来小很多了。那大陆当时的比如天安门的异议人士呢，都发声，应该把它留下来啊，对不对？那时候都晚上偷听他们呢还是有一定的作用啊但是呢，大陆异议人士发声能不能挽留呢？不能了，川普听谁的？他只听他自己的那另外呢，这个美国因为加关税嘛，所以呢，现在加拿大在抵制它，欧洲抵制它，德国反川普的汽水呢非常受欢迎，不喝美国的东西了，只喝这个我们德国自己的这个品牌的汽水原来是反川普的，做很多反川普的宣传。那另外呢，他现在川普最赞美的就是台积电，魏哲家太好了是魏哲家是全世界最成功的商人之一。而且他答应来，我都还没有出手，我只说要加他关税，他就投了2000亿美元来，就川普就吹牛嘛，魏哲家说我加码1000亿，他把它讲成2000亿，你就算他原来的650亿，也是1650亿不过当然要注意一点，就是商业周刊台湾做一个调查，就这个台积电的下游80%都要跟去，不跟去也不行啊，因为他那边到底这个市场龙头去了，龙尾能不去吗？对吧？而且如果没有龙尾，龙头也不成龙头所以当然通通会去，所以将来会变成一个聚落了可能变成第二个竹科也说不定那而且呢，一直讲2000亿美元，2000亿美元，说了不止一次那另外呢，这个他说，你看台积电到我们来以后，台湾就不用再依赖台湾，美国就不用再依赖台湾的晶片，所以呢，魏哲家是最受敬重的人因为对我呢，你看多好，对不对？贯彻我的这个政策那另外，丹麦前总理呢来参加台湾的玉山论坛，公然以美，说我们不再仰赖白宫，所以呢 ，AIT 的署长赶快说，川普是捍卫和平的你们不要这样讲因为这个台湾常常说你是以美，你是不是以美论？
全世界现在都在移美啊，不是只有台湾的，美国都有1半人在移美，那本来就是这样子嘛，移有什么了不起啊？移就移啊。我们看一下。This is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signing on. 这种充满怀旧感的新闻广播恐怕再也听不到了，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又大笔一挥，在堪称血腥星期六时签署行政命令，挑战新闻自由，大幅裁减国营媒体美国之音所有员工已经遭到停职。He's telling them in this order is that they are now required to shrink the size of their staffing and the size of their function. As applicable by the law. And I think the most notable of these agencies is the U.S. Agency for Global Media. 美国全球媒体总署 USAGM， 也就是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自由亚洲电台的母公司，合计受众数更是覆盖4.27亿人。而去年公司预算高达8.86亿美元，相当于台币291亿，总共有3500名员工，光是美国之音就占1300人。All of these agencies whose mission had been to provide independent news in a lot of instances to counter authoritarian propaganda. They'd broadcast in dozens of languages, but the president had accused them of bias. 川普上任以来，动作频频，不仅引发本土反弹，不少国家因为关税战掀起反川声浪，德国现在也加入行列。德国媒体的民调发现，由于川普对欧盟抛出高关税炸弹，有64%的德国人肯定会或宁可避免购买像是可口可乐的美国品牌商品，转而支持本土汽水品牌 Fritz Cola。来，龙介兄怎么看川普？假如我有一个朋友叫马斯克在身边，我也会像川普这样做，因为很多的马斯克所掌握的已经比过去他这些单位所能收集的情报多得多了，而且有很多是没有在台面上的。今天他为什么会那么信任马斯克？然后他为什么会在各部门这么大搞特搞？你看他知道他搞这样，民心是浮动的哦，不满意是超过50%哦。可是他有一句话已经讲了，只是还没做。他说我要把这些钱哦还给美国人。减税了，他要减税。他还税于民啊！他说一户要花5000块的美金了，当然最后怎么样不知道。收到5000块就爽了。这个5000块只要一搞下去啊，他的不满意度就会降下来，这个满意度就会变成57%一样。所以你不要看他这样，当川普在做这些的时候，你看欧洲第一个出来跳脚，而且当他跟普丁见面的那一刹那，隔天。19个欧洲的领导人、领袖就跟泽伦斯基站在一起。那美国最大的对手是谁？其实基本上已经不再是俄罗斯了，就是中国大陆。所以他必须要维持对中国大陆不断的领先，所以他要台积电去，那就不足为奇。再来，也因为这样的对抗跟这个格局慢慢形成，那川普不断的在加压的过程。造成欧洲啊，本来欧洲对大陆讲话有好几个国家都很凶的，慢慢他们让欧洲跟中国大陆之间的接触，它保留了跟中国大陆贸易、商业合作的空间越来越大了。就很多人，甚至于尤其是德国跟法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可以看到欧洲所谓以美论啊这些言论不足为奇，因为坦白讲。大陆对他们造成的威胁，在他们的心目中是远低于俄罗斯，他们对俄罗斯是有惧怕的。那你再看看台积电，你说川普是口误吗？讲了2000亿，他不是口误不要忘了加1000亿之前有650，还有一个 Intel，那个钱你加一加是超过的，而且晶片这个产业本来就是群聚的。他如果没有办法，台积电就是一个头去了，他如果没有去弄成一个群聚的聚落的效应，我跟你讲，那他会递减。所以今天我们最担心就是在最后这一句话，我不怕台湾了。为什么我们讲这个台湾的护国神山的功效已经在递减？美国最担心的，因为他愿意跟台湾做盟友、做盟邦，最好的朋友，我也愿意帮助你。可是他心中最不能够下的决定，任何一任的美国总统都这样：我要不要派兵？我让美国的子弟到台湾来打仗？
台积电到了美国，先进制程来了以后，这个疑虑没了。我可以很理性的在这边讲，美国派兵到台湾的概率大概就已经接近0了啦。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你看，你如果台湾不自己去面对这个问题，你还要东闪西闪。今天清德兄就是不愿意正式的面对美国啊，对台积电这些策略。假如他愿意的话，其实跟在野党可以好好的谈。我看到最近的预算，我像那个中研院啊，还有国科会这2天来找我说，我请教一下哈，院长，我们台湾现在电脑算力现在排在哪里？他们都不敢讲。他说钱都不愿意花啊，都没有花在这里啊。那你算力不足，你要搞什么 AI？他们都知道所以你为什么不能我想他如果跟在野党谈，我们不会反对的。我们怎么可能去反对说国家的电脑算力提升呢？可你有看到民进党在做这些吗？没，大家都在打比赛啊！行政院长下乡去打比赛，你没感觉这荒谬吗？所以这是我看到美国川普的做法，让台湾我们现在想到隐性的危机是存在的。志强，拔一毛以利天下，无不于矣哈！我觉得我们伟大的川普总统把那洋猪哲学真是发挥的淋漓尽致哈。你看那裁减美国之音哈，还有对世界各国的很多的举措哈，都可以看到他哈，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但他确实把美国优先哈做到淋漓尽致。那他很努力在撙节支出，这一点我坦白讲我是肯定他。尤其是我最近看到我们的政府啊，我真的是感慨万千，拿到史上最高的3兆预算啊，到处哭穷卖惨。我今天早上才开个记者会，讲2个谣言，都是荒谬到无比的谣言。一个是民进党立委说，我们的有个学生奖学金被删了，所以他没办法出国。那我跟各位讲，去年是7亿的奖学金预算，今年是9亿啊，多了多少？多了是1.38亿。结果呢，多那么多，而且立法院是1毛未删，这笔预算是1毛未删哦。他跟我讲说，结果有学生的奖学金，因为没有奖学金，他出不去。那我就常常讲说，就是妈妈给爸爸交给女儿的那个奖学金的钱，他爸爸吞掉了嘛。行政院、立法院给你9亿，你吞掉不给这个学生嘛？那你拿去养谁？我就要问，到底养谁？民进党很喜欢到处外面养嘛，养什么？我不是讲养那个啦，我是讲养绿媒网军跟侧翼嘛。所以到处的谣言，你今天看看川普，对不对？你今天说这政府效率部到现在为止，他们已经至少马斯克宣布已经550亿美金，那有人说这也是碰轰了哈。可是人家很努力的在做所谓政府的那个预算的那个删减的过程当中，你看到我们的政府干什么？政府给你最多的预算，你还是到处去造谣哈。那这是我们2个地方差别。那当然最后我讲台积电的部分，其实是很感慨啦。以前在这个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台积电叫细盾嘛，是我们安全保护伞嘛，现在变核四壁啊，列强要瓜分的核四壁啊，对不对？因为你有核四壁，我就要碾死你这个国家，有核四壁的国家很惨的啊，你怎么会细盾变核四壁呢？真的是蛮悲哀的啦。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对，真的。不，你不看美国打这俄罗斯打乌克兰，美国的态度都一样了哈。美国只要打这种持久战哦，都打不下去，因为他的个性哦就是不能持久。但是打那种去斩首啊，比如去轰炸那个也门青年反叛组织啊，青年军什么很厉害哦，因为他去轰炸没关系，我去轰炸，甚至不管战斗机轰炸，甚至用无人机轰炸，这他厉害哦，然后去把谁格杀掉了，炸掉谁，这很厉害。但你叫他派的部队在那边长期打仗就不行，所以大家知道美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而且未来越来越是这样。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南非外交部把他的官网偷偷改，原来叫做台北代表处，现在变成商务办事处，哦，以前是 liaison office， 现在变成 commercial office 啊，所以呢就改了啊。那我们去抗议啊，外交部呢说抗议没用，他就做了嘛，啊。南非我其实最有感慨了，我当环保署长的时候，南非大使曾经来看我，哦。那他就跟我讲说，哦，我们以前因为台湾跟南非就是基本上相濡以沫嘛，
国际都抵制你嘛。南非也是啊，当时因为觉得白人压制黑人嘛，他说我们现在已经黑人总统了，所以呢，我们将来可以进联合国了，但是我们一定帮助你们，一定在联合国帮你们说话。哎呀，我说好，谢谢。那么现在变成这样子，就那个时候，因为没有人愿意跟南非做朋友嘛，我们是跟他做朋友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到台北市议员杨金松市长带团到南非去，红地毯一路都铺红地毯了，欢迎举国欢迎，那个没有朋友嘛，每天那个 party 开不完呐，到处这个请我们吃饭啊，等等，还送我们礼物啊什么的。那时候南非对我们简直好得不得了，现在这不还改我们的名字，对不对？所以国际上没有什么永远的朋友了。那个时候他是看你是朋友，现在他不需要了，所以就这样嘛，把你的这外交部要抗议，我看也没什么用。他需要你的时候，你不用抗议，他对你很好；他不需要你的时候，你抗议也没用。那除了南非，日本也是，日本不是跟我们很好吗？对不对？日本现在说日本要办这个世界博览会了，台湾馆不能有台湾的名字，不可以，这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们台湾不能有台湾名字？不行，所以呢，只能叫做什么科技馆啊等等之类的，不能有官方色彩，要不然你就不要来的话就不能有观光色彩，而且你一定要用民间名义出席才能出席大阪的世界博览会的那所以台湾现在叫做 Tech World 科技世界是什么不伦不类啊？就这个名字就是要假装TW 台湾对，然后民进党就说哎呀很遗憾啊，民进党委员进一步说有什么好遗憾的？我们本来就不是他们的什么会员国等等，遇到日本就软了，就是也不敢抗议啦，也不敢去这个大声啦，我们自己不是会员国，所以我们就忍气吞声了，而且呢，日本是善意邀请我们的，邀请我们就不错了，还要挂什么台湾，对不对？能够去就很好了，要感谢人家了，我们看一下。我南非代表处被迫改名我们还在持续努力吗？还是要月底就要搬了？完全没回应。南非政府从去年10月要求我代表处办理首都，至今还在协商。但南非再出招，外交部官网2月19日，我代表处还是现有的名称台北联络代表处，但3月初竟然被擅自更改为台北商务办事处。林佳龙部长已立即指示亚非斯与我国驻南非代表处分别向南非联络办事处及其外交部严正抗议，南非配合中国打压台湾的做法，违反了南非政府一贯主张民主自由的精神。只是交涉快2个星期了，至今没进展。与此同时，玉山论坛17号在台北登场，邀集有台的各国政要。总统是期待世界关注台湾的经济和科技。但世界博览会4月将在日本大阪登场，之前经济部发新闻稿秀出台湾以 Tech World 馆名义参与，缩写刚好就是 TW。不过日媒报道，日本外务省对经济部这份声明提出质疑，认为这听起来像是台湾要以政府身份参加，要求台湾必须明确表示是民间企业参展。Japan and Taiwan have devoted a true friendship over the years. I'm sure it will become stronger in every area. 有台的谷物龟司也参加玉山论坛，上前询问他，却因为赶行程无法回答。经济部则说，因为我方非国际展览局会员国，仍获日方邀请以 Tech World 馆参与大阪世博。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说，但当然台湾人也期待，有时候除了做，也要允许说。来，凤琴。我们先来谈日本这件事情因为呢，大家都一直说美日对我们的关系有多好。那现在呢，我想刚刚赵先生讲了，全世界都在怀疑川普，也不是说我们今天怀疑川普。事实上呢，川普他已经在颠覆全世界的国际秩序。而日本的情况呢，日本一向是风向球，他看着美国转，他们就会跟着转。这一次的事件我其实在这里面我还一直抱持着问号，因为呢。本来这一次的世博会，日本从去年的时候就表明说我们绝对不可以用政府的名义参加，然后只能用民间单位来参加。所以呢，我们不但设立的叫做 Tech World， 其实简称就叫做 TW， 下去那种用科技世界，然后呢，目的就是要偷渡那个台湾 TW 这样子的一个简称。可是呢，然后成立一个玉山数位科技公司，然后去设这样子的一个馆，所以其实本来是台日之间的默契啊。那这件事情的起由是什么？
是3月6号的时候，外贸协会，然后呢就以这个玉山数位科技公司的名义，然后经济部就开了一个开箱记者会，然后经济部就发了新闻稿，市长还去了好像。对，市长去。其实我仔细看了内文，倒也没有讲说这是政府设的馆，但是他用政府代表的身份来发新闻稿，日本就已经受不了了。你知道这整件事情，我们都是用民间单位哦，然后呢，我们也是用民间的这些所有的这里面都没有，就避开了所有，尽量避开了所有跟台湾啊、中华民国啊有关的这些象征，已经尽量避开了。可是因为你经济部发新闻稿，日本就来纠正你。我觉得这反映的是一个国际政治现实，就像南非所反映的是国际政治现实。那么《经济学人》呢，其实在前几个月，他们做了一个统计呢，到去年底为止，在联合国一共193个会员国，这里面呢有119个会员国占了62%，他们偏好中国大陆所使用的描述两岸之间的这种文字，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个地方啊，等等的不可分割的哈。那么这里面有89个国家支持中国大陆在统一方面的努力，其中绝大多数是支持用任何的手段。他统计了有70个国家支持北京用任何手段，然后来统一两岸。那这是一个国际现实，我们要去面对的就是这个国际现实。而这个国际现实，它是截止到去年底为止的联合国的这个记录啊。然后那个澳洲的智库洛伊呢也做了类似的统计，其实统计的数字都是一样的。那么现在关键在于这一位前丹麦总理拉斯穆森，他说出了大白话，那我们现在不能再仰赖白宫，好，不能再啊！你们相信吗？你们相信美国对乌克兰所做的吗？你们在台湾难道不要了解这件事吗？他当着玉山论坛，他是邀请来的这个重要的这个人士，然后呢，他质问台湾这一件事情，我们到底应该要如何的回应？因为今天中美在竞争的过程当中，到去年底还是北京所主导的国际现实，可是到了现在，川普把他的盟友全部踢开之后的国际现实，可能又出现了剧烈的变化。可是，在台湾，我还是要说，以美这件事情，它是理所当然，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我们要完全不怀疑，因为别人的利益跟我们的利益终究不相同。我们保持着理性的怀疑的态度，其实才能为自己做最好的选择。要用迷信式的，要用拜神式的，要用宗教式的，不准怀疑，就是一个国家堕落，然后沉沦、陷入危险的开端。而且我讲，美国都有1半人在怀疑啊。龙介刚不讲吗？民调1半以上的人在怀疑，有些美国人都还怀疑，我们说不能怀疑呢，这不是很奇怪吗？怀疑，尤其媒体他们训练的第一课就是对任何事都要采一个怀疑的态度，本来就是这样子啊。来，继续看。我们经济委员会啊，本来在这个新的会期，还一直很高兴，我们的组团要去参加大阪的这个重要这个会议。结果没有多久之前，在上个礼拜吧，一直传出来说，我们那个由国贸局这个升上去的这个次长去那边开的记者会，好像日本那边有些消息，那时候就已经有些消息就不大对了。我们就说赶快去查清楚。那现在越来越清楚了，就是因为我们去开了个记者会，又发了一个新闻稿，人家现在日本就很清楚跟你讲嘛。你来的就是台湾馆，你就是不能有官方的这个色彩。你看国际多现实，日本跟我们多好啊！对我去年底，我们那个国会团去那个熊本啊，去九州去看，因为我们那个台积电去那边，他们那边是热烈的欢迎。那你看他们之前在讲什么，台湾有事，日本就有事，连碰到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官方的这个色彩也不给你。那南非这个也是非常惨，南非不是只有这次那个什么代表处变成商务这个办事处，前阵子是连我们的办事处要在首都都不行了。一直被逼出去被赶出去，所以你看，大概已经有将近1年这个时间，外交部没有什么好消息，就从国外传回来很多都是很累。可是你看民进党现在在做什么事情？他做大罢免，有没有好去应验这个事情？像刚刚在提这个台积电这个，川普讲这个2000亿没有错啊，我同意刚刚刘盖先生讲的啊，你1000亿进去的同时，你之前已经有650亿在那边了，那现在更惨的是什么？我们经济部长都在讲说什么先天不良 ，Intel 你不可能去投资。还说人家什么病啊什么的，对，他用那个蒙古政策当然是不合适。可他讲到一部分的事实啊。第一个
Intel 它是美国的龙头，晶片的这个龙头，它现在虽然是赔钱的一个状态，可是你现在川普要台积电去投资，要做什么事情？去救它你不只是把钱放进去救你的这个竞争对手他还要你帮他做代工那以后你代工了，你这个先进的制程不就被他学会了吗？这多离谱的一个事情！所以我担心的不是只有什么，他是不是口误讲这个2000亿？现在就是去了之后，一方面是之前这个大额的这个投资之后，你这个代工的技术本来我们是超过90%的先进的这个晶片都是我们代工，都是我们现在川普已经直接讲了，大家都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川普说，经过台积电这样巨额的投资，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额的单笔的这个外资的这个投资他说也有40%先进的这个晶片的这个在美国制造在那边所以就表示台湾我们这个护国神山变成就接近半瓶山，被削了一大部分过去了嘛，然后人家还步步在进逼，所以我刚刚讲，你看外交的处境这么困难，然后台积电护国神山。很多可能慢慢的不是只有钱的问题，很多先进技术可能包括中下游整个跟得过去的时候，我们政府现在又反过来。可是你看到什么？就是看到周荣泰带着行政团队、国家资源动员下去了，开始做大罢免嘛，对不对？不是就讲什么总预算那些在大造谣、在大动员而已。你看台下摆的是什么？这边摆的都是摊位就在联署都在罢免不顾民生、不顾经济，只在做这个动员。我觉得真的是对不起台湾的民众。而且我前2天刚好跟 IBM 的一些很资深的人谈了他们说最早是他们在研发晶片，他们很早就研发了。我说那为什么美国又不做呢？环保要求，对，因为做晶片的污染非常严重，水污染非常严重，所以 EPA 就管这个管那个，他们就在美国混不下去，才到亚洲来。这不是我们抢他的嘛，是你们自己不要这个行业，不要这个工业，把它赶出来的，所以怎么怪我们呢？休息再回来。